来吧。好嘞，听一下声音 OK 吗？声音 OK 我们就开始。已经开始了吗？没有。还没有开始啊？正在直播。没有开始的话，那我们就聊一些不能聊的吧。有声音吗？好，请花花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没了。很高兴大家能来直播间直播看直播，然后，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见面还习惯吗？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见面，有点正式，要再随意一点就好了。这次发新专辑有没有特别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发专辑吗？我自己还没见过我的专辑长什么样。但很开心，就是能够和大家一起，和大家一起干嘛呢？我刚睡醒啊。就发了专辑啊。我属于那种写完歌我就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了，至于发完之后吧，就是大家听得开心就好了。可以介绍一下这4张专辑都尝试了哪些曲风和哪些就是你比较喜欢的东西吗？第4张专辑曲风，其实我这张专辑，曲风还蛮，有挺多不同的风格的，然后，里面有，但基本上围绕的主题都是比较偏大爱的主题，然后，比如说有斗牛啊，然后也有神树和降临，然后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就是，都是比较偏大爱主题的，然后讲一些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对。专辑录制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专辑录制啊，录制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录制歌曲，然后主要是写歌的时候吧，对，写歌的时候就是，想一想啊，写歌的时候，比如说有一首歌是叫《与火星的孩子对话》，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很好玩，是我和歌迷一起共同创作的，就是会邀歌迷一起来，我们聚在一个地方，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把大家聊天的内容最后整理起来，然后变成歌词这样，然后来专门为这个聊天内容来写了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还蛮有爱的，所以等于是一起来创作的一首歌。然后，还有什么歌比较有意思？神树的时候也很好玩吧？神树也不算好玩，神树当时我记得我写的时候是我在家里面，然后，就是我站在那个窗户边上，然后看着就是楼下很多的楼都在我眼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住在大城市里面，就会觉得天气也不是很好，有时候就是雾霾很严重啊这样，然后或者是空气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就会
就会觉得，就很希望就是说，会不会有那种大自然可以就是是不是应该要大家更爱护这个自然？然后我就想，就想象所有的楼房如果都倒塌了会是什么样，就是，然后就在想我眼前一切的楼房都在倒塌，然后长了一棵大树，这个树的树根，就那个树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树根就把楼房都给弄塌了，这样，然后就会就是其实是做了一个比喻吧，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惜这个世界的话，地球可能会用一个自己的方式来去保护自己，然后，所以我就用一棵大树来作为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地球会长一颗种子，然后这个种子会长出一棵很大的大树，可能会逼着我们就是要就是把所有的绿化都给还原回来，就是这样，对。可以给大家聊聊，就是你在去爱尔兰拍那个宣传片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吗？爱尔兰宣传片，爱尔兰的宣传片，我记得那天好像风还挺大的，然后还下着雨，然后会觉得还站在那个悬崖边上，断崖边上，然后眼前是大海，就觉得当天好像还蛮厉害的，就觉得哇，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小危险的感觉，因为那个风很大，它把那个海水吹到，就是那个水沿着那个悬崖，海水都冲到悬崖顶上了，就是站在顶上已经能感觉到海水冲上来了，还蛮震撼的。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之后，雨停了，然后那一刻真的很美，就觉得哇，就很让人有一种敬畏大自然的感觉，对，我们可以聊一下斗牛的 MV 吗？斗牛的 MV，斗牛其实，因为其实写斗牛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有所有的画面了，就是每一段在写什么，然后其实我都有画面感，非常的清晰，对，然后他在讲什么故事也都非常清晰，所以一开始跟填词人去聊这个词的时候，也是讲的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那其实拍 MV 就更加的容易一些，因为就跟导演聊我所有的地方在讲什么画面，然后在讲什么故事，然后每个地方它每一段它都是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斗牛士和这个牛的到底是在斗牛的过程呢，还是到了哪里是一方胜利这样的，然后呢到了什么地方是我们在讲是要如何的去敬畏生命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挺顺利的。这个 MV 拍的也很快，从决定要拍到最后拍摄，时间出来那个MV 的稿都很快的，对。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拆一下这个新专辑的盒子。新专辑的盒子。这里面就是你的专辑。啊，这是我的专辑啊。对。哇，我还第一次见。哇，这都是吗？对对对。这么多啊！你现在手里拿的厚的盒子叫。怎么还有照片啊？这些照片就是我们那个第一批限量7万张的那个赠品的那个拍立得。哇！在后面会做成拍立得，就是。这不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吗？可以介绍一下那张红衣服的
是之前斗牛的那个。红衣服是我当时拍斗牛的时候，我自己拍的一张照片，自拍的。对，这个是我忘记我什么时候拍的，反正也是我自己拍的。但我专辑，我专辑现在拆那个厚的哦是 USB 版。火星豪华深藏 USB 版。 ，USB 版。这个是一个假样的，还不是最厚的。这不是最后的是吗？对。哦，有一张我的照片。明信片。哦，这是明信片。对。哦，还可以。这个是海报吧？对。我家里都没有一张我自己的专辑哎，从第一张到现在，好像也买不到吧？是不是？这是一个海报啊。还可以。还有什么？这是本子。歌词本分为。哦，现在歌词本都做这样了，哇！咱们是8首新歌和6首精选嘛，所以有2个歌词。这个是8首，这是8首新歌的。我看我自己的照片，感觉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而且还是自己翻自己的照片。哎，真的，它都有歌词啊。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哦，每一个歌曲还有它自己的一个配图，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跟镜头展示一下。还可以。哦，新世界，拍的大海，蛮酷的。哪张最帅啊？都还可以。自己夸自己也怪怪的，就还可以吧。歌词本有2个。还有一个歌词本。对。我这么多歌吗？我们6首精选的歌词本。哦。这是什么歌啊？寻。还有寻。哦，对，无聊人啊，对，这是 B 面，对不对？齐天。73250。寒鸦少年。拍的还可以。哇，这个是，哇，火星 USB 项链。这是 USB 啊？对。我要怎么玩它？8。哦，USB 现在长得都是这样的了。不，这是样品。哦，所以这个不是，但也很好看了，还可以当项链啊，而且还蛮紧的。是还蛮方便的，出了门就可以拿下来，自己插上。所以。但这样开车就很危险了。又童话了。但这个设计的还蛮有感觉的，我很喜欢的颜色，而且火星啊。对。还有什么？还有另一个版本，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版本。那
像有 CD 版的，USB 版的。哦，我们还有 CD 版，哇，这个是什么？拿的这个是第二批7到17万张会获赠的与火星的孩子的对话 MV 手稿写真。哦，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字，我知道的。但我的字真的，就有点，大家看着开心就好了。我长这么大，好像还没有见过有谁的字比我写的还难看的。我尽力了，这个字我写的。这是专辑对不对？这是 CD 版。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封面和背面。哇，我今年专辑还蛮丰富的。主播的手机那样展示，你知道吗？知道昨天写的那个，对的。可以拆了。这个是歌词，其实跟刚刚那个其实还蛮像的歌词本。然后这是2本歌词本，就基本上和刚刚那个 USB 是一样的，很好看。这个是 CD， 对不对？但现在 CD 还没有放进去，我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拿到这个 CD 的人呢。然后 USB 也是一个样品，也就是说，现在那谁会是第一个拿到这个 CD 的人？不知道。会是你？会是我吗？好啊。我到现在都没有一张我的专辑。算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来翻牌回答粉丝的提问，然后这边是题，你可以自己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粉丝的提问，收集的粉丝提问。可以边念题，然后一边回答。小黑盒真心话。这个叫安桂林。哦，不是，他说，安志玲，哥呀，最近想你了，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你愿意分享的日常吗？我已经2个半月没有回过家了，所以我最近也都不在家。上一次在家的时候还是疫情期间，然后我就在家一直就是不出门这样，然后每天也就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然后一天就过去了。然后有时候打打游戏，对，我一直在打一个电动游戏，还蛮好玩的，然后打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打通关，准备接下来休息的时候就玩那个游戏。然后我还干嘛了？有时候晚上会自己再小酌一杯这样，然后就睡觉了。对，好。
小黑盒真心话是个萌春。虽然你可能还是没记起来，但我还是想问，疯人院里的妈妈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因为我是觉得疯人院就是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疯人院它其实讲的东西是比较有点怪诞的感觉，然后，而且它是有一些可能会让人搞不太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妈妈这个词其实是很多人在一个，就是，崩溃边缘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的第一个人，对，然后，所以我就用了这个词，对。小黑盒真心话华清水暖 YU 问四专中哪首歌是大哥你觉得在创作中最费时间和心力的？四专的歌最费时间跟精力的，那应该是斗牛了，因为斗牛这个歌算是我写的歌里面比较久的一首歌了，因为这首歌写了1个月，对，然后这1个月呢，就是我可能写完一段，然后就写不下去了。我记得我当时先写了一个主歌，哇，楼下有猫在打架，我听到了，然后斗牛就是，就是这样，你们要不要去劝架？还蛮厉害打的。就是我刚才讲斗牛就是，就是我先写了一段主歌，然后主歌写完之后，我就后面怎么都写不出副歌来，总觉得副歌写出来都有点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旋律，就是我想表达的主题，但是旋律就是跟不上我大脑里最理想的样子，所以然后我就写着写着就掉进了一个死循环里面，然后我就会休息几天，比如说休息2-3天这样，然后让自己忘记了我之前的旋律，然后我再来写，又写，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的然后去找我想要的旋律，这样，所以这个歌创作时间蛮长的，对，为了把主题表达清晰。然后还有一首是7重人格吧，也算写的比较久了，我记得好像写了8个小时还是7个小时，对，就是也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写完的时候，我写完之后我就想，因为我开始把一个 riff 给写完了，写完之后我就想叫我的好兄弟左立过来我家里面，然后让他来帮我把那个 riff 弹一下，看看是用吉他弹什么感觉，然后再来去写这个歌。其实那一天我们写了，就基本上这7-8个小时是没有停下来过的，就一直再去写这个歌，然后去研究它的那个就整理它段落分配吧，其实，然后后来左立就其实很累了，就是他又饿又累，然后我就总跟他说，我们写完再吃吧，写完再吃吧。后来写到了写完之后大概凌晨2点吧，2点多吧，然后我就请他出去吃了个饭，写完那一刻还蛮开心的，对 ，OK。火星9号宇航员想问华晨宇，蜡烛对你来说是一首很重要的歌，为什么会愿意分享在4专里面呢？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寓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吧。我觉得就是蜡烛这个歌，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都已经拿出来分享了，那我就之前已经在演唱会上分享过，那就把这个 demo 相当于就是当一个小小的一个彩蛋给大家吧，对，倒没有那么复杂。现在弹幕都在让你喝水。为什么让我喝水？因为我一直在咳，对不对？是因为我刚睡醒，睡得我眼睛都双眼皮了。他们也有在问你是不是今天贴了涮皮？没有，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我从昨天开始就这样了。昨天起来工作，我前天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样，但是昨天一起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另一只眼睛就睡成了双眼皮，然后也注意到今天还是双眼皮，真神奇。然后我2只眼睛都双了，奇奇怪怪的。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我还是喜欢一单一双。这个是，但是现在变得很对称了，对不对？怪怪的。火星来的花香菇 W， 为什么选择为斗牛拍 MV 呢？能说点关于 MV 的一些细节吗？这个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 MV 的细节。为什么选择它来拍？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专辑里有很多歌曲，我觉得它都不太适合拍 MV。比如说《好想爱这个世界》，比如说7重人格，或者是疯人院。尤其是7重人格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当时我写完7重人格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让我觉得这个歌太适合拍 MV 了，因为它有很多种可能性嘛。然后，但我就觉得那个歌的话就相力，所以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讲过7重人格到底在讲什么，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歌是每一个人听这个歌都会有他自己的理解，他会自己理解为这七重人格到底是讲的是7种人格呢，还是在讲7个不同的状态。其实就像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写的到底是七件什么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听有每个人的画面，所以就不希望用一支 MV 来限制住大家的想象力。这样，那斗牛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歌的主题已经就是它就是我非常直观的想传达的主题，然后并且它的歌词里面的内容都是很直白的在去讲一个故事，就是可能会是那种就是可能会是那种就是大家听到这首歌所理解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往着一条线上去走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拍 MV 这样。对。他们有问斗狗什么时候出？斗狗，那不是我在王牌上开玩笑了，就是斗鸡还行，写个斗鸡眼吧。迎来渴望的自由 YU。 大哥，你最近有看新的动漫吗？能给大家伙儿推荐一下吗？这是个北方人啊，能给大家伙儿推荐一下吗？我最近看的动漫，我想一下啊，我看了好几个动漫的。我有看一个黑色四叶草，刚看完，然后我又看了一个那个人是干嘛来着？他一个推理的一个勾股推理，一个女生，反正就是各种推理那些
妖怪的故事，对，就是有点像个侦探一样，就是那种，就是一本正经的去说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对，就是一本正经的乱说话的那种，还蛮有意思的，反正是一个逻辑的动漫吧。然后我现在在重新看《家庭教师》，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已经看过这个，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它的剧情了，因为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吧。然后我想再重新看一次，所以我最近在看《家教》，对。他们说是虚构推理，是啊，不是勾股推理啊，那是勾股定理是吧？对，勾股虚构推理啊，对，就是虚构推理，对，就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小女孩在那里推理那些帮妖怪去推理事情，对，还蛮厉害的，嗯，一只眼一只腿那个。啊，我先看题，是花花的草草雨。这次专辑是我人生第一次中奖，而且中了3个号，我超激动的。大哥，你有中过奖吗？给我们分享一下中奖的心情。是那个抽奖，是不是啊？我是当天，提前了1个小时是吧？不到1个小时，好像在开奖之前的不到1个小时，我10分钟是吧？啊，在开奖前10分钟抽了一次，然后过了10分钟之后一开奖，我失败了，我没有抽到我的专辑，但，对。算了，反正我自己所有专辑我都没有，我也习惯了，没关系，然后没有中奖的心情就是，就是你只抽了1个码，其他都是4个。对啊，我只抽了1个码，因为我想凭实力抽嘛。就抽1个码，好像说分享是可以4个码，是吗？我也没什么好分享的，我就自己一个人抽了，凭实力没中。想问花花对以后的音乐风格有什么想要尝试的？会考虑情歌吗？这个很难说啊，因为我以前写歌，有时候积累灵感的时候是会出国，然后去在国外，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就是比如说在国外会看到很多的风景，然后那些风景都还蛮厉害的，就是大风大浪、大海大山的、大天空的，就是还蛮厉害的，然后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第3张专辑写的就比较大，就是因为你看世界，然后你的视角就会写的，就是你的视角变小，世界反而越来越大，然后就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偏大爱这样，然后那我其实因为今年这个全世界都在面临着一个疫情的原因，可能也没有办法出去，对，所以就在家里面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生活就是也可以给自己带来灵感，不一定要旅行。比如说在家里面做饭啊，然后打扫卫生啊，就是虽然这些事情还蛮小的，但是可能会写出一些比较小一点点的歌曲，这样，但那也会是灵感，就是这个很难说，对，就是碰运气吧，灵感嘛，想写的时候总是会有灵感会出现的，对。异火星的乖乖 YU， 大哥闭关期间会创作新歌吗？会研究厨艺吗？还有剪头发？创作新歌，
创作新歌的话就看运气啊，就是想写了就会写，就是这个东西是很难说是说自己决定要写就去写，而是灵感来了才写。然后研究厨艺的话是一定会去研究厨艺的，我一定要研究厨艺，我要练，我要学很多很厉害的吃的，对。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剪头发的话，剪头发也可以剪，我通常是属于那种很懒的剪头发，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就是剪头发是一件对我来说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我就喜欢那种一次性剃到特别短，然后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半年不用再理发了，就可以至少1年也不用理发了吧，就可以让它留得很长，这样。然后所以如果我要休息的话，有可能会直接剃个光头这样。对，就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不用再剪头发，很方便，睡觉的时候也很舒服。对。好。昨天梦到你了，梦见王牌收官后，你加入了一个新的综艺节目。那接下来你的行程有什么计划吗？今年演唱会还能实现吗？我接下来零零散散的一些活，然后做完之后我就可以休息了。这样，演唱会的话，这个可能目前了解的就是还不知道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开啊，就是毕竟还是要为大家的安全着想，就是这个还是安全第一位嘛，所以还是等到这个完完全全的100%的安全的时候才能开演唱会，这样大家也可以没有压力的去一起玩，这样还蛮好的。对，好，大哥，我不想问问题，你的火星人马上要结婚了，可以求个祝福吗？新娘、新郎、新娘都是火星人，因你而结合，因你而幸福。哇，恭喜你啊！华小花 HD， 恭喜你啊，新婚快乐！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很幸福，然后阖家欢乐，然后白头偕老，然后就是感情一定要很好哦，就是早生贵子，然后有时间来听演唱会，就是我的词汇量也没那么多，就是祝你们幸福，你们幸福。大哥的整个4专里面最精巧的构思是哪一点呢？最精巧的构思啊，4专最精巧的最精巧的构思，构思，我每一个细节都是我精巧的构思，让我想出一个最来很难啊。好，大哥吃播啥时候安排一下？吃播啊，我也不知道，我有厨播吗？做饭播，吃播也我看听安排吧，我也不知道。想知道大哥在爱尔兰拍摄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或者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爱尔兰拍摄好玩的事情，就是有遇到很多的大风大浪，对，还蛮好玩的。然后，就是暴风雨啊这样的，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对，蛮挑战的。然后
吃好吃的东西，吃喝到好吃啊，有哎，就是爱尔兰有一个它很有名的一个那个酒，然后还蛮好喝的，然后就有去跟当地的人一起，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喝酒聊聊天，这样就还蛮快乐的。就好像是他们爱尔兰人本来自己就都还过得还蛮，那个词叫惬意的，对，所以就还蛮舒服，喜欢这种感觉，简简单单的。想问大哥，你作为四专的总监制，在专辑制作和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哇？好玩，我具体让我想，我其实一时之间很难去想象到，就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就我每次做专辑的时候，其实还蛮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去写每一首歌，然后也很清晰自己这首歌要怎么去编曲，然后最后怎么制作，然后包括和声一切歌词，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和我的整个音乐团队，就是包括我的制作人郑楠，然后包括为这张专辑填词的裴玉啊、吕一秋啊，他们都是我觉得我们都配合得很默契，而且我们都是在很认真的在去做这件事情。一时之间要想好玩的东西不想想了，太麻烦了。厨艺和新专辑哪个更难一些？站在爱尔兰的悬崖上是一种怎样的开阔？心情好吗？厨艺跟专辑哪个更难一些啊？当然是厨艺难啊，厨艺真的好难啊！就是我觉得做饭太难了，怎么会有做饭这种东西啊？不就是熟了就能吃了吗？还要弄各种调味料，我光看那个教程，一些做饭的教程，哇，光配那个调料就要花好长时间来调那个味道，尤其是中餐太难了，光一个什么辣椒油就要调半天，要煮什么，从早上就要从头一天晚上就要开始去煮那个料啊什么的，还要炒料，太难了，真的好难。我还是做面包吧，它最简单。糊了不行啊，就是对，就最重要的就是火控制不好还会糊，这个是真的太难了。我觉得做饭好难。爱尔兰的悬崖上是一种心情好吗？我在悬崖上心情很好啊，就是因为我到了悬崖的时候，它太阳出来了，然后就是那种雨过天晴，然后太阳从云层中间打开的感觉，然后就很就是很开阔，然后就会觉得哇，很震撼那个画面。对，想肉肉的问一句，四专里面别的歌都不打算出 MV 了吗？不出了吧？我觉得不出了，这些还有的歌，我觉得它更适合听一些。对，认认真真听，认认真真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产生自己想要的画面，这样。大哥，2020，你最喜欢自己哪个造型和发型？今年还会有长发吗？2020，你最喜欢自己哪个造型和发型啊？2020不是还没到一半吗？发型啊，长发吧，对，长头发吧，还可以，但是长头发很难打理，因为有点懒，休假的话就可以剪了。今年还会有长发吗？现在头发其实还蛮长的，对。真诚发问：写论文写到头炸难受，估计就像你写不出歌来的时候，非要让自己写一首歌时的感受。这时你建议 ET 做些什么？写到头炸，写到头都炸的话，就不要再写了，这样很辛苦啊。硬逼出来的论文应该不会是一个
只会是一个很敷衍的论文吧。你当然应该是要去积累自己啊，就是，写不出来就积累呗，积累到自己能写出来为止。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既然要认真去做它，那就要去让自己很有把握和很自信的去做。自己都不自信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先放一放，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可以去看一点别的东西，比如说看看书啊，或者是看看一些，就是转化自己思维方式的东西，然后再来去研究。反正我自己是这样，我写歌如果写不出来了，觉得到了一个死循环里面的话，我就会去让自己做别的事情了。我甚至是1天、2天、3天这样去做，就不要去钻研这首歌了，因为可能你这样的话容易跳不出来。对，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如果你有自己有好的方法的话，也可以。对，这是我自己的方式。从没中过奖，但是却是7万之子的我想问，疫情过去以后，演唱会会不会有新歌？新专辑的哪首歌有比较细节的地方没被大家发现的，可以说一下。演唱会上面有没有新歌？演唱会还没开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也就不知道会不会有新歌。然后，细节啊，细节啊，神树降临吧。神树和降临这2首歌其实是，可能我录节目的时候，因为也没有说得太清楚，神树跟降临，可能大家都以为神树是要放在先听，然后降临放在后听。那其实是这2首歌其实应该正确的听法应该是循环听，就是要先听完神树再听降临，听完降临再听神树，它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也可以大概的讲一下，其实有点像这2首歌有点像一个，怎么讲？有点像那个太极的那张图一样。对，就是，就比如说神树，它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是不是还蛮有一点点压抑？因为它在讲的是，有点像末日的感觉。然后，但其实它的这个感觉里面，其实是在最后结尾是在让人去，充满着希望的。然后也就是有点像那个太极的那个图里面的那个黑色的部分，但是里面画了一点点一个小白的点一样，就一点点。然后降临呢，又是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哇，好像这个歌是万物重生一样，就是很干净，然后很圣洁的一首歌。但其实它降临这首歌里面有一小部分其实是在讲的，就是说虽然万物重生，但是同样也会有一些就是本身一点点不太好的东西也会跟着一起重生。所以它就很像太极的另一半，就是那个虽然它是那一半是一大片白色，但是它那个白色中间有一点点小的黑色，一个小圈圈，就很像这个关系。但是也就是说，意思就是大概讲，就是说降临就是虽然世界终究会重新变得很美好，但是美好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仍然不爱惜世界的话，它还是会变得像神树一样的结果。但是就是它一直在不断的去来来回回的转圈圈，这样。对。好，最后一个，想问问大哥，今后会考虑出纯音的曲子吗？感觉大哥的有些歌就很适合纯音了。其实纯音有，我有写过纯音的曲子，但至于我可以考虑一下会不会把它发出来吧。其实有写过，对，有写过还蛮多的。对 ，OK。我结束了，对不对？好，拜拜。